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超级有趣，但也充满争议的话题——科学佛陀。你可能常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佛教其实非常科学，甚至可以跟什么量子力学啦、神经科学啦直接对话，听起来是不是很酷？但这个观念，我们这个时代几乎快要习以为常的观念，它真的站得住脚吗？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一层一层的拆解这个现代神话。没错，就像这张投影片上写的，很多人都深信不疑，佛教是一门心灵的科学，与我们的现代世界完全相融。这个说法真的超级流行，对吧？你随便走进一家书店，心灵成长区块，一定会看到相关的书。网络上文章更多，把禅修跟大脑扫描的那个 fMRI 影像放在一起，哇，看起来超有说服力。然后把佛法里讲的空性跟物理学的最新发现画上等号，听起来佛教好像就是那个古老但又超级先进的智慧，它完美的解决了我们现代人一方面想要有灵性寄托，但另一方面又有科学素养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好像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但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这个传承了2500多年的古老宗教，真的能够跟我们这个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发现的现代科学无缝接轨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挑战的核心问题。所以接下来，请大家跟紧我的脚步，我们准备要来一场深度的思想调查了。好，我们进入第一部分，一个科学的宗教。副标题是追逐移动的目标。这里的重点来了，我们会发现，要把佛教跟科学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比较，其实就像是要两个不断在变形移动的目标，同时拍一张清晰的合照一样，超级困难。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你看这张时间轴，真的超级有趣。我们很习惯笼统地说佛教，但到底是在谈哪个佛教？这就很像你跟朋友说你在听摇滚乐，你心里想的是 Linkin Park， 但你朋友想的可能是披头士，这完全是两回事，对吧？你看，在19世纪晚期，西方世界刚开始透过殖民接触到佛教时，他们认为最原始、最纯粹的是上座部佛教。到了二战后，风向变了，因为像苏资哲大作这些大师的推广，充满神秘东方色彩的禅宗开始在西方的垮掉的一代，就是那些文青艺术家里面流行起来。再到6、70年代，学术界的口味又变了，大家开始钻研那种逻辑思辨性极强、非常深奥的中观哲学。而今天，当我们一提到佛教跟科学的对话，很多人脑中第一个浮现的其实是达赖喇嘛所代表的藏传佛教，特别是他跟世界顶尖神经科学家的那些合作。你看，光是佛教这个主角就一直在换人演啊，我们到底在跟谁对话？而且更有趣的是，不只是佛教这个目标在移动，科学这个词在这场对话中，它所代表的领域也一直在变动。最早仍然是拿佛教的宇宙观，例如世界会经历成住坏空的循环，去跟当时天文学的大爆炸理论做类比。后来量子物理学兴起了，哇，大家又发现新大陆，开始说佛教讲的空性听起来跟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好像哦，都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实在。而到了今天，最热门的领域是什么？没错，就是神经科学。我们整天在谈禅修到底如何改变我们大脑的结构，如何提升我们的幸福感。所以你看，不仅主角一直在换，连比较的标准、比较的舞台也一直在变。这样一来，任何所谓完美契合的说法，是不是就显得有点，太过巧合，甚至有点可疑了呢？好，既然刚刚提到了神经科学，我们就来深入聊聊今天最常被拿来跟科学连接的东西——禅修。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因为我们要来揭开一个关于禅修目的的根本性的悖论。
你是不是也觉得禅修就是为了减压放松，让心情平静？我得告诉你，在传统上，它的目的可能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你看这张图的对比，真的太强烈了。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吓一跳。左边是我们现在最熟悉的版本，对吧？Google、Apple 这些硅谷大公司都在推行正念减压课程，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员工效率更高，压力更小，更有创造力。说穿了，就是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社会人，在这个现代社会的机器里运转得更顺畅。在你看右边，传统的目标根本是反过来的，它不是为了让你适应这个世界，而是要让你深刻体认到这个世界，也就是佛教说的轮回 samsara， 它本质上就像一座监狱，充满了苦难。它的目的是要引发你一股强烈的想要彻底逃离这座监狱的决心。一个是为了在监狱里过得舒服点，把牢房装潢得漂亮一点；另一个则是为了越狱，目标是完全互斥的。所以关键点就在这里。对传统佛教来说，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非常舒适，那你根本不会有任何动力去寻求解脱。你必须先透过修持，深刻地认识到，所有的快乐都是短暂的、不可靠的，生命本质上就是充满了不圆满，也就是佛法讲的苦、都卡。这种由智慧产生的深刻的不满，才是让你愿意踏上修行之路的真正燃料。所以它的目的真的不是要让你放松到睡着，而是要让你彻底的警醒过来，睁大眼睛看清楚现实的真相，那个我们平常不太想看的真相。这段引言的比喻真的太震撼了，他把那种传统修行者的心态描写得淋漓尽致，努力逃离这个世界，那种迫切感，就像一个头发着火的人急着要灭火一样。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人的头发烧起来了，他当下会有心情去感受什么活在当下的平静吗？不可能诶，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灭火，逃，快。这种极度的迫切感，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坐在软软的坐垫上，听着引导，追求内心平静的禅修，真的是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刚刚我们谈了禅修，你会发现，这种把古老的佛教概念拿来跟我们现代的观念做一种看似合理，但其实是错误类比的模式，一直都在发生。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个更有趣的东西，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天生就爱为我们的体验编故事的。你看这张图，历史上这种错误的构名真的层出不穷诶。在达尔文的时代，就有人说佛教讲的业力 karma 有因果报应，听起来很像演化论讲的适者生存嘛。后来大霹雳理论出来了，又有人说，你看佛教的宇宙观讲世界会成住坏空，不断循环，这不就是宇宙大霹雳跟大崩坠的理论吗？等到量子物理出来，大家又更兴奋了。哇，佛教讲的空性，说万物没有实体，这不就是量子力学在讲的观察者效应吗？这种强行类比其实是一种思维上的捷径。我们喜欢把新的不熟悉的知识套在一个旧的我们比较熟悉的框架里，这样会让我们有安全感。但问题是这种做法往往忽略了两者背后根本的世界观其实有着巨大的差异。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找这种共鸣，这么会编这种故事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个神经科学史上非常经典也非常重要的裂脑实验。这个由神经科学家麦克格詹尼加所做的实验，会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其实住着一个天生的而且非常厉害的故事大王。好，我们一步一步来看这个聪明的实验是怎么设计的。首先，实验的对象是所谓的裂脑病人，他们连接左右脑的神经束，也就是胼胝体，因为治疗癫痫的关系被切开了。第一步，研究人员只让病人的右脑，也就是透过他的左边视野，看到一张下雪的风景图。大家要记得只有负责图像、直觉，但没有语言功能的右脑看到。接下来第二步，因为右脑是控制左手的，所以病人的左手就很自然地从一堆图片中正确地选出了一只雪铲，因为雪铲跟雪景是相关的嘛。
到这里为止，一切都很合理。但最关键的第3步来了。研究人员问病人：“你为什么指着血产？”重点来了，大家要记住，负责语言、逻辑和解释的是左脑，但左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那张血景图，他只看到一个结果：我的左手莫名其妙地指向了一只血产。那左脑会怎么办呢？他会很诚实地说：“我不知道吗？”不，他会立刻毫秒之间编出一个故事，就像投影片上写的：“你需要这把铲子来清理鸡舍。”为什么是鸡舍？因为在同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其实同时让他的左脑看到了一张鸡爪的图片。你看，左脑把鸡爪跟铲子连接起来，编了一个用铲子清鸡舍的故事。这个解释听起来完全合乎逻辑，对吧？但它却是100%的彻头彻尾的错误。我们的左脑就是这样一个诠释者模组，它会为所有它不理解的行为和感受创造出一个合理的故事，来维持我们对这个世界连贯统一的感知。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最核心也最大胆的一个提问：如果整个宗教的教义就像是那个左脑编出来的故事呢？你仔细想象，那些高僧大德透过长时间的禅修，可能获得了非常深刻的、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内在体验。这就像是用脑看到的雪景，它是纯粹的经验，是超越语言的。但是，当他们要向世人、向弟子解释这种体验的时候，就必须动用负责语言和逻辑的左脑，把那种难以言喻的体验翻译成我们可以理解的教义、戒律、世界观。那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会不会也像练脑实验一样，为了让一切说得通，而创造出一个看似合理，但可能跟那个最原始的、纯粹的体验已经产生了偏差的故事呢？这问题一提出来，真的会让人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信仰跟体验之间的关系。所以讲了这么多，难道我的结论是佛教跟科学就完全不能对话，完全是鸡同鸭讲吗？当然不是。在最后这个部分，我们要提出一个全新的视角。如果我们不再那么执着于去寻找两者的相同之处，拼命想证明他们一样，而是反过来去好好的欣赏他们的不同之处，或许这才是这场对话真正的价值所在。这是一个另类的世界，一场真正的对话。所以关键点就是这个，我们去研究佛教或者任何古老的智慧传统，目的不应该是为了寻求现代科学的确认或背书，不该是为了沾沾自喜的说，你看佛陀在2500年前就知道量子力学了，这种说法其实反而贬低了佛教的独特性和深刻性。我们真正应该去寻找的是科学世界观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一种能够从根本上挑战我们既有框架的另类智慧。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如果过去还有未来，那就在于它描述了一个另类的世界。佛教真正的价值可能不在于它跟科学有多么相像，而在于它跟科学有多么的不像。它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的作业系统来挑战我们一些最根本的人生假设。比方说，我们现代社会假设追求快乐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但佛教开宗明义就说苦才是真相。我们假设自我是真实不变的，是我最宝贵的东西，但佛教的核心教义是无我，这才是它真正能够刺激我们，让我们深度思考的地方。这个西藏诗人的描述，简直就是那个另类世界运作方式的最佳展现。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支军队带着刀剑弓箭，气势汹汹地冲过来。佛陀的回应是什么？不是筑起更高的墙，拿出更厉害的武器，而是让天降下一场温柔的花雨。当有人试图暗杀他，他的回应是沉默。这完全颠覆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常规逻辑，对吧？他用一种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非暴力的，甚至是充满诗意的方式，直接瓦解了冲突。然后诗人接着就提出了一个超级尖锐、近乎冒犯的挑战。他问佛陀，有哪个聪明人会尊崇您作为远离可怕轮回的保护者呢？这句话问得真的很狠，意思就是说，你看看你，连自己被人家攻击了都不懂得反击，这样软弱，我怎么能相信你有能力保护我脱离生死轮回这么巨大又可怕的事情呢？
从我们世俗的讲求实力原则的聪明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对吧？但是大家要想一下，诗人当然不是真的在质疑佛陀，他其实是用这个反问来点出一个最深刻的道理。佛教的整条道路，它存在的全部目的，恰恰就是要彻底颠覆这个世界所普遍认为的聪明和正常。我们世俗认为的聪明是追求利益、规避风险、增强自我，但佛教的智慧却是反其道而行，放下执着，拥抱无常，消融自我。这两种智慧是根本上的背道而驰，是完全不同的生命游戏规则。所以我们在最后留下这个最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问题从头到尾就是我们处于正常的头脑 in our right mind 状态呢？如果我们习以为常的思考模式，我们奉为圭臬的价值观，本身就是痛苦的来源呢？那么佛教或任何深刻的心灵修行的真正目的，或许从来就不是为了要跟我们的正常世界接轨，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在这个现有的系统里感觉更好、更成功。它的目的是要提供一套工具，让我们从根本上转化这个系统，转化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科学佛陀是一个不断变动的现代神话。无论是佛教还是科学，在这场对话中的定义其实都在持续改变。第二，现代禅修追求减压，是为了更好的适应世界，而传统禅修追求的是对轮回的出离心，是为了逃离世界，两者目的截然不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佛教对我们现代人真正的价值，可能不在于它能够印证科学，而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截然不同的另类世界观，来挑战甚至颠覆我们的根本假设。今天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想法。你觉得佛教跟科学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我很想听听大家的看法。我们下次见，拜拜。